2024年的就业压力有多大？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，比瑞典总人口还多。然而就业市场仅能消化55.5%，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大学毕业生，好听点叫灵活就业，实际上毕业即失业。这种情况下，多少初入职场的新兵蛋子，从要整顿职场到被职场整顿。你想啊，作为新人，专业能力不强，业务流程不熟，再没点劳动合同法常识，那些老油条不整你整谁，对吧？Hello， 宝子们，我是清河。同样作为一路被整的受害者，我最看不惯职场对新人的歧视和压榨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职场经验，做事如何戳领导爽点，又能让同事高看一眼，让他们挑不出任何毛病，让自己老练的不像新人啊，这个就叫专业。千万不要怕新手误入高端局，机会来了，不管你啃不啃得动，你就硬着头皮啃，因为职场是没有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个说法的。我表弟刚上班那会儿，他领导有个项目想让他负责，结果这家伙害怕搞不定拒绝了，还推荐了另外一个同事，结果那个同事成了他现在的领导。职场新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过度准备，就跟上学那会儿一样，你要不复习个3-5遍，你都不好意思考试。但职场不是学校，不会给你复习时间，它考验的是适应能力。另外，你能力够不够，不是你觉得，而是领导觉得，因为交给你之前，他在心里已经把所有人过了一遍，权衡利弊之后才下的决定。你一旦接了，领导比你还希望你能做成，因为做成了是他知人善任，管理能力强，做不成是他决策失误，他也得承担责任。所以你的担心，领导都替你担心过了。而对于你来说，稳赚不赔，做成了升职加薪，做不成全当历练。但如果你不接，就不是不给自己机会，而是不给领导面子，相当于亲手推翻了他建立起的对你的认知。如果凡事都过度准备，还有2个致命缺陷：一是无形中增加了心理包袱，这不会给你动力，反而让你出师未捷先内耗；二是你把计划拉得很长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就可能出现实际跟预期落差很大的结果，等于是提前给自己挖坑。所以啊，不管有没有能力，有没有准备，一有机会干就完了。职场讲究的是先完成再完美。你的高中班主任一定说过这句话：提高1分，你干掉的就是上万人。当时听了，你是不是也热血沸腾？他把各学各的竞争包装成有你没我的战争，把同学假想为敌人。不得不说，拉仇恨式的激励在学习中的确有效。我那会儿一看身边的敌人都在磨枪，我就来劲。但到了职场，这种虚空锁敌的思维就有点水土不服了。把同学当成敌人没有问题，因为你们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，你考650，他也能考650，谁也不碍谁事儿。但职场竞争大多是这个项目你做了，他就做不了，你的功劳大，他的功劳就小。而如果你总想要比个高下，相信我，同事一眼就能看出你的该死的胜负欲。你想啊，我要淘汰你，我就得跟上学一样，来的比你早，走的比你晚，我得比你更卷啊。所以刚上班那会儿，我看同事不顺眼，同事看我更不顺眼。但问题是，工作不能只靠单打独斗，它更多的是团队协作。结果就是，但凡需要配合的工作，总是没人配合。所以职场不是战场，而是江湖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那江湖是人情世故。另外，虚空锁敌想法还会给你很大的思想压力，因为既然你们是同事，能力就不会差太多。万一你干不掉别人，甚至别人比你还能干，你肯定忍不了啊！你就始终处于一种被淘汰的紧张和痛苦中，这不仅会一点点消磨掉你的积极性，也会把假想敌人变成真正敌人。我就因为虚空锁敌吃了太多亏，甚至一度被孤立。然而为了解决虚空锁敌引起的问题，我又陷入了另外一个职场误区。虚空锁敌之后，很多原本可以合作的任务，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来了。再加上我这人特别轴，遇到问题总想自己解决，甚至有点享受那种战胜问题的感觉，就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，效率很低。这在职场中是容易吃亏的，因为很多时候效率就代表能力。你哪怕问领导，上网搜，利用一切能利用的资源，只要完成都是你能力的体现。有序这本书提到一个信息素养的概念，就是面对问题，你不需要把所有相关知识都学会，只需要有快速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。谷歌面试有个奇葩问题：帝国大厦的重量是多少？咱总不能先学习建筑知识，再去帝国大厦测量吧？所以他们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解题思路，就是要清楚需要获取哪些关键信息。训练信息素养最有效的一种手段是高效使用工具，尤其是现在如日中天的 AI。
失控的作者凯文·凯利也在今年的演讲中提到，未来5年内人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，但有可能被善于使用 AI 的人取代。刚上班那会儿，我天真的以为只要我专业能力强，业绩做得好，就足以让我升职加薪。可惜我只猜对了一半，待遇确实有所提高，但职位就跟焊死了一样动不了。后来我去找领导，他说了一句话：管理不是靠你一个人冲锋陷阵，而是即便你躺那儿睡觉，下面的人也愿意冲锋陷阵。当时我完全听不懂，还觉得他有点装叉。现在想想，活该我上不了职。专业技能只是职场众多能力中的一个，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。就跟上学偏科一样，数学成绩再高，平均下来可能也就是个中等生。而那些稳定的学霸，一定是各科成绩都稳定的高。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你发现自己的领导好像能力并不强，甚至对技术一窍不通。说到底，还是我们太年轻了。我们以为的能力只是专业能力，但其实还有决策能力、沟通能力、战略思维、项目管理、商业意识、情绪治理、团队合作等等这些。而且很多工作不像考试分数那样能够量化，所以才引入了各种绩效考核，把一些模糊指标也纳入进来。我以前特别鄙视绩效，你说明明业绩很高，绩效怎么就这么低？后来我算是明白了，当能力表现没办法量化时，就需要借助其他规则来衡量，不管这个规则有多奇葩。你敢想象吗？我之前工作的一家公司，招人的标准之一是必须要会喝酒。另外，如果你进入中高层，就会发现，能得到更高层的喜欢和信任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乔布斯离开苹果，杰米戴蒙离开花旗集团，要么是跟 CEO 不合，要么是跟老板不合，总之都不是能力的问题。职场中有个残酷到没有人性的点是，一切以结果为导向。有次我的小团队跟公司对赌，业绩完成多少奖金翻倍，反之奖金会被全部扣除。我们4-5个人就天天加班，可惜最终还是差了一点。我想着自己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怎么也得给团队争取点利益，就跟领导求情。你看我们眼圈也黑了，头发也掉了，多少给点辛苦费呗。没想到这家伙油盐不进，完全不在乎我们如何努力，只在乎结果，差1毛也是没完成。上学的时候，成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人的努力，不同程度的努力有不同分数的奖励，所以老师会特别强调努力这个过程，大家也就形成了一种固定思维，努力就会有回报。但职场可不是这样的，每个人都要为结果负责，老板是资本家，一定是利益至上，结果让他满意，他也会对你满意，不然你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。所以有些新人一上来就卷加班，这其实是很傻的做法，因为你加班做出来的结果跟别人不加班一样，老板只会觉得你可能胜任不了现在的工作，能力不够。而如果哪个老板不看结果，就喜欢让你加班，那他连资本家都算不上，因为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地主老财。碰到这样的公司，不用多想，赶紧跑。上面这些虽然不是职场硬性实力，但真的是非常实用的高阶职场思维，特别是初入职场的新人，这种专业性会给你带来光环效应。很多领导就是这一套，他会给你以后的工作带来很多微妙且重要的帮助。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，企业自然就有了绝对的话语权，这也是为什么整顿职场的声音变弱了，996的工作强度也普遍接受了。但我们要清楚，工作的意义永远不是为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，而是我们自身的成长，因为只有这些能力会一直效忠于你，服务于你。